转正第1周的第1个工作日，骑着我的粉红小电驴刚到公司楼下，就听见同期小姐妹江轩的声音：嫣嫣。她边喊边往我这边跑，出大事儿了。我正支着耳朵听呢，这小姑娘却转头看着旁侧萧生了，接着就爆出一声惊呼：我去！劳斯莱斯！她话音刚落，劳斯莱斯就在我们跟前刹停，看着那熟悉的车牌，我呆住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富少的车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因为我不让他送我上班，他就故意把车开到这里？正想转身溜走，就见后车门被打开，一双红底高跟鞋踩到地面。女人！我原地顿住。江轩语气中满是兴奋，拽着我手臂的力道都紧了。今天见世面了啊！他话音刚落，高跟鞋的主人已经下车站好。来人身材高挑纤细，一身香奶奶本季最新品，拎住的包包也是刚上过时尚杂志封面的限量款。大波浪卷发披在肩上，墨镜没挡住的下半张脸十分艳丽。嫣嫣，活的富婆！我暗自思忖，这美女怎么有些眼熟？不等我想出答案，对方转过头来，而后抬起手指把墨镜往下勾了勾。数秒后，他嗤笑一声，款步走到我跟前，一字一顿念出我的名字：白念嫣。刚才墨镜半滑时，我已经认出他，我大学同学沈岩。我俩的关系简单8个字是同水火，冤家路窄。哟，老同学啊！我勾勾嘴角，然后看向驾驶座上的人，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。沈岩察觉到我视线，扬扬下巴，神色金傲，家里的一辆老车而已。说着，他拿下眼镜，摆摆手示意车开走，然后视线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一遍，又看看我身后的粉红小电驴。几年不见，当年的大学霸怎么落魄至此呀？怎么，当年那些排着队追你的男人也不说帮帮？沈岩语气中的轻蔑过于明显，江轩都听不下去了。我说你长了个人样，怎么不会好好说话呢？我毫不在意地锁好电车，而后拍拍江轩手背，忍一忍，忍一忍。我这同学脑子不好，好多年了，见谅哈。白念嫣。沈岩瞬间怒气上脸，越来越多同事自我们身旁经过，还都一脸八卦地放慢了脚步。沈岩忽地笑了，他朝不远处的办公大楼歪歪头：你在这儿上班？是啊。他挑挑眉，重新挂上那个奢牌墨镜，待会儿线儿。老同学，他怎么进我们公司了？江轩看着沈岩背影，总不能是要来上班吧？都要裁员了，还能进新人？裁员？对，我正要跟你说呢。听说公司要在月底前裁掉1半人，我们不会刚转正就要凉了吧？你听谁说的？匿名论坛都传开了，听说名单都定了，就差 HR 挨个谈了。好家伙，在家也莫听富少提起过啊。安抚地拍拍江轩后背，不会的，咱们这种小虾米便宜又好用，应该轮不到咱们。也是哦，还是嫣嫣聪明。嘿嘿，许是裁员的消息已经传开，公司氛围很奇怪，时不时就能看到几个人聚在一起嘀嘀咕咕。临近午饭点，我收尾了上午工作，想起什么，戳开富少的对话框，迅速打字：你今天莫用那辆劳斯莱斯。富少秒回：新提了辆布加迪，劳斯莱斯让人拿去保养了。昨天不是跟你说过？老婆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？明天送你上班好不好？你也试试新车。我回：不好，谁家打工人坐布加迪上班啊？我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？整天购物喝茶美容太无聊了，
我好不容易给自己找个乐子。你别捣乱。傅少发来一个委屈小狗的表情包，隔着荧幕，我都能想象出他此刻脸上的幽怨。勾勾唇，刚想要问裁员的事儿，江轩突然怒气冲冲过来，将我拉到了茶水间。他瞪大双眼，你猜我刚才知道了什么？什么？总裁夫人在我们公司上班？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什么时候露馅的？看着江轩生气的脸庞，我忙拉过他手，江江，我就说那个女人怎么那么嚣张，原来是狗仗人势啊！什么啊？就你那同学，是咱们总裁夫人，你听谁说的？大家都传开了呀。你看看她穿的衣服坐的车，还能在裁员期空降来做总监，真是不知道低调俩字怎么写。而且，江轩往我耳边靠了靠，总部传来的确切消息，总裁提及夫人喊了妍妍。我一时心情复杂，不知说些什么。看我一脸难色，江轩想岔了，他安慰道：别担心，我悄悄找人问过了，裁员名单上没咱俩，你跟这新总监再怎么不对付，总归工作丢不了。他话音刚落，零零散散的高跟鞋声音传来，就见沈岩推开门，扭着步子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公司女同事，他们围着沈岩，笑得一个比一个灿烂，出口的话也一句比一句谄媚。总监，你待会儿就赏个脸跟我们一起吃饭吧，我们已经定好位置了，是附近最好吃的一家。对，总监放心，不是高热量的东西。沈岩刚拿起一个杯子，就有人抢过去，我来。总监要喝什么？纯净水就好。接过别人伺候过去的杯子，抿了一口。沈岩似是才看到我呀，老同学也在这里啊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沈岩的做作比着当年真是只增不减啊。那几个狗腿子眼神在我俩之间扫来扫去，像是在分辨什么。懒得搭理沈岩，我拽着江轩就想走，刚迈出一步，却被他胳膊拦住。白念烟，我好歹是你上司，混得惨没关系，基本的礼貌都没了吗？这话一出，现场所有人都知道沈总监和我不对付了，再度扫来的眼神也充满不屑。有人笑道：哎呀，同学一场，如今一个天一个地，人家心里吃味儿也正常。夫人，那人捂住嘴，佯装不小心叫错，看了眼沈岩才继续道：总监就体谅一下平民嘛。沈岩嘴角微妙地抽了抽，但没有反驳。有意思，看来沈岩是知道这个总裁夫人谣言的，他竟然默认了。我笑笑，回是沈岩，我是一路面试靠实力进的公司，又凭着实实在在的业绩转得正。你是上司没错，可公司购买的是我的劳动力，不是人格。沈总监再怎么喜欢狗，有这么几条也够了吧？说完，我视线在他身后那几个人身上依次扫过。你个小贱人怎么说话呢？对面一个女人直接快步走过来，想要推我。江轩也快步挡在了我跟前。本就是临近下班点的松散时刻，这里的动静也闹得不小，门口同事越聚越多，司机大家正处于惶惶不安的裁员期。我实在不愿添更多乱，深呼吸一口，拉上江轩挤过人群下楼了。为了庆祝我俩转正，我跟江轩在周末就联系附近店家订了甜点。站在1楼大厅等送货小哥时，江轩还愤愤道：待会儿不给那几个狗腿子分。我笑着应和，只是没想到，等我俩费劲巴拉把所有吃的拎上楼后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。有人接过后直接扔进垃圾桶，有人出言讽刺，还有心情庆祝呢。能不能待完这个月都不一定了，甚至连平时能说得上话的同事也都委婉拒绝了。我对面工位的大姐把小蛋糕推回来，转头看了眼不远处的总监办公室，然后轻声对我道：抱歉啊小白，
姐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实在不敢冒险。怔愣几秒，我反应过来，看来我和总裁夫人关系不和的事情已经传开了。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，再怎么不争不抢的人，也都纷纷站了队。默人想被裁，脾气火爆的江轩又想发怒。我按住他，没事，可以理解，大家总要吃饭的嘛。话音刚落，我的办公软体提示音响了，点开一看，是主管在部门群中艾特我，将我之前已经被审核通过的策划案批得一无是处，并要求我24小时内交上新的。电脑荧幕旁还满满当当放着送不出去的小蛋糕。这班上的真是荒诞。愣神间，站在旁侧的江轩点点我刚才震动了一下的手机荧幕，嫣嫣，你结婚啦？你老公发消息来了。他嗓门向来不小。刚说完，室内就响起一道嗤笑声。看过去，就见沈岩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，正端着一杯咖啡倚靠在门边，而嘲笑声是站在他身后的狗腿子张敏发出的。笑完还不够，那奴才看看沈岩又看看我，意有所指的开口，呵，不是谁都能嫁总裁老公的，嫁个没用的男人还不都是拖累。他话音刚落，办公区的玻璃门被人敲了敲，我们齐齐看过去，只见来人西装革履，戴着一丝不苟的白手套，手上拎着个纸袋。他微笑着开口，请问白念烟小姐是哪位？我猛圈地抬抬手，那人走过来弯弯腰，然后将袋子递过来，您丈夫傅先生给您定制的午餐，请享用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因为那个纸袋虽然简约，但上面的 logo 无人不识，是本市一家有钱都不一定吃得到的高级餐厅蜜月轩，全城皆知。那家店的常客非富即贵，并且从不外送。一时之间，办公室落针可闻。我在心里暗骂了傅少几句，而后笑着接过纸袋，谢谢。对方点点头，迈着优雅的步子离开了。傅先生，嫣嫣，你老公跟咱们总裁一个姓艾。江轩兴奋道。周围瞬间更静了，聚集到我身上的眼神也多了些意味，有惊讶的，有揣度的，甚至有紧张的。毕竟这群人刚甩过我脸子。微微叹口气，我在心里开始思量措辞，决定出来上班的初始，我就跟傅少约好，不走后门，不搞特权，也不暴露身份，做一个真实本分的打工人。如若这个班到此为止，摊牌也没时磨。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我好不容易把工作做上手，还交到了朋友。裁员名单上既然没有我，那风波过后，这个班还是要继续上的。公司最近的情况，也实在没必要再添一笔八卦。沈岩带来的这些破事儿，还是我自己处理为好。正思考呢，手上的纸袋忽然被人夺走。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旁的沈岩转动袋子打量片刻，然后狐疑道：“你老公也姓傅？”这个也字就很有灵性。我反问：“怎么？你老公姓傅？”废话，不待沈岩开口，张敏已经快步走过来。公司谁不知道？他话没说完，就被沈岩挥手制止。沈大总监伸手撩了下头发：“我跟老同学你可不一样，我不爱出风头，也不爱在办公场所秀这种低级恩爱。”说着，他手指一松，直接任由纸袋落地。这品牌里带伪造的吧？这餐厅我去过，他家袋子不长这个样子。你装阔好歹先上网搜一搜啊。还有刚才那人，特地找的演员。袋子里的木质餐盒与地面撞击，发出砰的一声，瞬间撞散了我之前拼命维持的理智。沈岩还在笑：“白念烟，假的真不了，搞这一出，得搭进去你1个月工资吧？你说你图什么？”忽略四周变得或鄙夷或看戏的眼神，我往前迈了一步，猛地勾过沈岩的套装衣领，
他下意识后退，又被我扯了回来。周围有人发出不大不小的惊呼，江轩也凑到我旁边，嫣嫣，不能动手。你干嘛？沈岩不复刚才的淡定，捡起来。你自己莫长手吗？长了，但我的手正在处理垃圾。忙。白念烟。沈岩气得脸都红了，我现在是你领导。我松开手，慢悠悠抚平他衣领，我觉得领导说的对，假的真不了。弯腰捡起袋子在桌上放好，我朝沈岩笑了，这么正确的道理，领导你什么时候明白的？是大学用我的名字跟学长聊骚的时候吗？沈岩神色巨变，冲我吼道，白念烟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挑挑眉，继续道，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呀，我跟学长现在还有联系呢，要聊聊吗？你。沈岩满脸都写着恼羞成怒4个大字，周遭已经开始有小声议论的声音。张敏忽然提高声音，户主道，你都能雇人来公司陪你演富豪戏，说的话有什么可信度？说着转头看向沈岩，总监，你别因为这种人生气。沈岩快速调整表情，又端出那个做作的笑容，我没生气，只是没想到几年不见，老同学愈发粗俗了，有些惊讶而已。是吗？我拿起桌上的手机，点开通讯录，学长的电话，我找找啊。一边慢悠悠翻，一边欣赏沈岩心虚恐惧的表情。但这通电话没拨出去，因为傅少打进来了。我手机荧幕上欢快地跳动起老公2个大字，离得近，我明显感觉到沈岩松了口气。她撩撩头发，人家要跟老公交流感情了，大家散了吧。不管怎么看，沈总监转身离开的背影都有些仓皇，甚至都这种时候了，还不忘嘀嘀咕咕奚落我一句，也不知道这老公是真是假。看着他不自觉加快的小碎步，我心情大好。其实这种八卦扔进人群，甚至都无需验证真假，看看周围同事脸上的神情就知道，已经有不少人会言之凿凿讲给更多同伴。沈大总监的女神形象已经裂开一道缝隙。看回手机，我弯弯唇，傅少这通电话倒也来得刚好。虽然沈岩假冒我和学长聊骚未真，但我如今并没有学长联系方式，佯装拨号只是想看他害怕。而那个瞬间，我已经见到了。轻快地划了接听，我冲着听筒甜腻腻道，老公。对面沉默了几秒，傅少再开口都有点忐忑，老婆你怎么了？怎么开始加嗓子了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握着手机走到无人处，你不喜欢？喜欢喜欢，老婆什么样我都喜欢。傅少声音带笑，老婆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接电话也好慢。没顾上。你发的什么？老陆餐厅今天上新品了，我吃着不错，就送一份给你尝尝。拿到了吧？但还没吃。看来这个分公司需要大整顿啊，竟然让一个普通职员比我一个总裁还忙。傅少开玩笑道。话已至此，我看看四周，确定没人后开口，我们公司要裁员你知道吗？傅少默了默，现在知道了。看来这就是他们交给我的解决方案。什么意思？这个公司的净利润已经连续3年在下滑了，我给负责人下了死令，要3个月内看到整改成效。看来他们选择了最直接粗暴的方式，缩减人工成本。说完，傅少似是意识到什么，他们要裁掉你？那倒没有，江轩偷偷打听过，虽说是紧急裁员，但整体操作还挺公正，就是按照业绩和工作情况来的。我跟江轩在同批新人中成绩都靠前，我俩都没事。我老婆真厉害，但你也不要太爱工作。都几点了？赶紧去吃饭。那挂了。家里限不了。你可怜的老公接下来1周都要住公司了，心不心疼？
差点忘了，这可是傅少最忙的年底，他总裁办公室那个休息间，也就每年这时候使用率最高。腻腻歪歪安慰几句，才要挂电话。等等，傅少叫住我，差点忘了，老陆准备更新一波餐厅的包装，今天你拿到的就是即将上市的新设计，他让你给提些意见。我应下后切断电话，回工位拎上餐袋，顺便拿了几块受同事冷落的小蛋糕，就和江轩去茶水间找位置共用午餐去了。江轩看到那个精致的实木餐盒，惊得张大了嘴巴。他看了眼周围，然后凑到我耳边，嫣嫣，包装这么高级，跟真的一样。就是真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见江轩从某个小群中点开一张照片，主角是沈岩，内容是他坐在餐桌边，桌上还放着一个伴手礼纸袋，明晃晃的 logo 正是蜜月轩。那包装是老式的，和我今天拿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江轩撇撇嘴，沈大总监刚才特意发到一个小群里，现在全公司各个群应该都传遍了，他就是想让大家议论你的午餐是假的。我微微挑眉，同学一场，我没打算把沈岩逼到绝境，但他自己倒是主动埋了不少雷。见我沉默，江轩以为我不自在，径直换了话题，他大学跟学长那事儿真的啊？我俩当时是室友，大二那年的中秋晚会后，学长想认识我，就找到了沈岩。沈岩嘴上答应，之后自己建了个小号加上学长，顶着我的名跟学长网恋了整整1学期。我去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是学长某天在图书馆堵到我，问我为什么只愿意网恋。我满脑袋问号，一番沟通下，才知道是沈岩在中间搞的鬼。好家伙，真劲爆啊！那你俩之后怎么相处啊？我搬出去了，没再住宿舍，但如你所见，我俩自那之后就是人尽皆知的死对头。只是没想到，时间过去这么久，我一个受害者都不在意了，沈岩这个冒名者反倒对我怒意不减。讲真，和沈岩交锋一天，比我过去上几个月搬家起来都累。第二天依然没时磨平静时刻，刚进公司就被主管叫进办公室。他是个脾气很好的中年男人，平时也不是独裁的性格，所以我进公司以来的工作体验算得上顺畅。可主管今天一反常态，神色带着明显的愠怒。昨天不是说了让你重做一版方案吗？我发邮件回馈了，只不过邮件里不是新方案，而是之前那版方案通过一系列审核流程的截图，以及我认为目前这版就是最佳的阐述，并且严格按照程式抄送了包括经理在内的所有领导。你发的那都是什么？是实话。我非常平静地看着主管，老大，这个方案你之前也说好来着。之前是之前。他吼完后兀自平静了数秒才开口，小白，你进公司以来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，你的确是个上进的年轻人，但这次是上面的意思，你就别犟了。上面，主管叹了口气，你跟沈总监的事儿现在全公司都知道，听说你之前还差点动手，你职场经验少，太不懂收敛锋芒，何必因为往事折损现在呢？是沈岩下了什么命令吗？用得着他说吗？他坐在那个位置，又是那个身份，多的是人揣摩他没说出口的意思。懂了，应该是部门经理为了巴结隐藏身份为总裁夫人的新总监，通过打压我来给总监出气。小白啊，主管颇有些语重心长，听我一句劝，偶尔低低头也没事。现在时期特殊，你也不想丢了刚稳定的工作吧？意识到主管的暗示，我不解，裁员名单不是已经定了吗？之前那版是我按绩效成绩交上去的，主管直接转动电脑屏给我看，但今天上面直接给我返回来一份新的。
我都不需要找，自己的大名就在名单第一位。主管叹口气，你心里也清楚，不管是有人找茬让你改方案，还是把你加上裁员名单，症结都是沈总监。你俩是老同学，你去说2句好话道个歉，说不定就都解决了，对不对？看着主管疲惫的神色，我头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天真。出版裁员名单的公正，让我想当然以为整个公司都是公正的。抿抿唇，我还是认真道，老大，如果是我工作失职，我一定改，但如果是有人刻意为难，我妥协一次，之后就会有无数次，不能开这个头。主管定睛看着我，小白，这份名单我无权更改，扔下来也只是为了让我签个字，重新走一遍流程。我可以拖到今天下午。不用了，老大，你签你的。谢谢。沉默数秒，主管怒其不争地挥挥手，示意我出去。江轩这丫头倒是消息灵通，我刚从办公室出来没多久，她的对话框就弹了出来。听说你上裁员名单了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沈岩搞的鬼？没事，别担心。怎么就没事？你跑了多少现场，加了多少班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能不知道啊？真是无语。安啦，我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江轩叽里呱啦发来的一大长段，我默看完。因为专案对接群里有动静了，我勾勾唇角，点开一看，果然是甲方爸爸艾特我。小白，我们这边时间敲定了，后天开拍吧，保证年前能推出去。我没有回消息，摸过手机开始摸鱼。领导们真是太久不做对接的活儿。作为广告公司的乙方，效率和创意同样重要。通过审核的策划案都会第一时间发给甲方做最后确认。上级莫名其妙要我更改策划案时，甲方爸爸那边早已点头通过了，只等人家确认好上门拍摄产品的时间，就要进入制作流程。这不，来了，我自己负责的专案，平时基本都能做到秒回。甲方爸爸第一次遭到冷遇，有些不耐烦，连着艾特了一连串的人。这个专案报价不低，所以除了我们几个执行层面的职员，主管和经理也都在。眼看着群里足够热闹了，我才慢悠悠敲击键盘，张总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专案之后可能要换负责人了。对方秒回，换负责人？小白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这个片子必须按时推出去，不能出差错。你们公司什么意思？外籍模特和拍摄场地不都是你沟通的吗？专案推进一半，现在跟我说换人，报价那么高，这就是你们公司做事的态度吗？我手指刚放到键盘上，就听见咣当一声，是走廊尽头经理办公室的门被猛然推开的声音。下一秒，洪亮男音响彻整个廊道，白念烟，进来。我平静地站起身，路过总监办公室时，沈岩已经听到动静，打开门，一副看戏的表情。哟，老同学，这又是因为什么挨训啊？无视他，我径直走进经理办公室。热衷于看我笑话的沈岩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。他晚我一步进门，原本看着我要冒烟的经理展现了秒速变脸的能力。他弓着腰笑哈哈问沈岩，总监，您找我有事？没事，就看看发生什么了。哦，没事，我都能解决。您坐您坐。经理说着话，把沈岩引到了自己办公椅上，然后站直身体，板着脸对我道，那是客户群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胡说什么了？我都要被裁了。这是打包专案，除了这个新年片子，过完年还有几个月周期，到时候贵司也没有白念烟这号人了，可不是要换人了吗？经理被我噎了一下，顿了几秒才开口，那你新年这波负责完，后续我安排换人。我拒绝。你说什么？公司裁掉我？
一定是因为我工作能力有问题，这么重要的专案，可不能让我做。我笑笑，沈总监大学时可优秀了，跟进这么一个专案应该很容易。沈总是总监，怎么可能做你这个级别的工作？经理已经在发飙的边缘。经理不会是担心沈总监摸我做得好吧？别人我不确定，但用我激将沈岩，一定能成功。毕竟，从大学开始，他就不停想要证明自己比我好。果然，下一秒，沈岩站起身，我来，马上把所有专案资料发给我。白念烟，你还真以为公司没了你转不了啊？不敢不敢。我第一次对沈岩露出真心实意的笑容。老同学，输给我那么多次，你就没发现我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吗？专案拍摄如期进行，原本与我搭档的江轩骂骂咧咧跟着沈岩去了现场。嫣嫣，如果我有罪，请上帝派美男来扎我。为什么要让我跟这姐一起工作？淡定，记得多拍点工作照片和视频什么的。啊，沈总监去现场，应该会带给你不少惊喜。记录一下吗？沈总监说什么来着？假的真不了。一整天，我的消息提示音都十分热闹。最开始，江轩还只是跟我私聊，我去，这姐不是跟你一个学校吗？你们 H 大出来的，怎么能什么都不会干啊？咱公司官网上挂着的沈总监履历，不是说他英文挺好吗？怎么对着外国友人，除了嗨什么都说不出啊？救命啊！嫣嫣，我要累死了。江轩发泄一通后，突然明白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。嘿嘿，等着，姐妹儿这就发动公司小群力量。之后，数个现场小视频传入一个鸡人小群，而以这个小群为起始点，很快传遍整个公司。有沈岩对着模特磕磕巴巴，最终一句英语没说出来，红着脸直接转身离开的。有现场调度出问题，甲方负责人抱怨一两句后，沈岩直接跟人吵起来的。还有摄像师询问拍摄重点时，沈岩直接摆摆手说随便的。总而言之，一天下来，没拍上一点有用的内容，还跟甲方闹翻了。年底大家都忙，甲方的现场执行估计立马将情况回馈到了公司。很快，那个专案对接群就被甲方爸爸轰炸了。你们公司是打算骗了定金不干人事儿吗？以后圈子里谁还敢用你们？小白呢？你们是多缺人？从哪找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会的新人应付我？我火上浇油，回，不是新人，是我们新上任的创意部总监呢。然后把官网上写着沈岩履历的那一页链接扔进了群里。同样的链接，我往同事群也发了一份。说再多，都不如让同事们亲见对比来的直接。沈总监的履历有多华丽，此刻就显得他本人有多滑稽。总监这个级别的高管，招聘要求不低。不是我看不起沈岩，就他大学那4年的表现来看，他实在不是短短2-3年就能脱胎换骨担得起总监之位的人。所以和他第一次在公司门前碰面后，我就发信息托人帮我调查。如果他真是凭本事被挖过来的，那我自然不会多说什么。可惜啊，今早出门前发到我手机上的资讯证明，我们沈总监已经挂到公司官网上的履历，除了毕业院校名称，其余无一项是真的。小群里的消息吗？肯定有人转给沈岩看，但不得不佩服沈姐心理素质，隔天依然把头昂得像只骄傲的孔雀，踩着她的大高跟晃过全公司。专案执行被搞得乱七八糟，经理和主管又是赔礼道歉，又是从其他小组调人，总算是劝阻了甲方的解约意愿，但依然默认要对沈岩追责。甚至我发给 HR 的关于沈岩履历造假的邮件，也石沉大海，无人回复。是因为那毫无根据的总裁夫人之位，
还是因为塞他进来的人在这个分公司居于绝对高位？但不管哪种原因，公司同事看沈岩的眼神都已经不复当初。沈岩所到之处，总能引起几个人凑手议论，无一不是在说他执行能力的事。裁员期空降，高薪高管，不说短时间内做出多厉害的成绩，最起码要在这群深陷饭碗困境的打工人面前做到服众。但仅仅数日，他就用实际行动自曝了无能。想了想，我戳开傅少对话框，傅氏有凭关系进去的员工吗？大概是在忙。他好一会儿才回我，这么大一个集团，上下几万人，肯定有。那到什么程度会被处理啊？又过了会儿，傅少直接拨电话过来，怎么了老婆？问这个干嘛？是有人发现你身份说什么了？什么啊？话音被敲桌声打断，抬头就见沈岩和经理齐齐站在我桌旁。我满头问号，有事儿？老婆？傅少声音疑惑，怎么了？先挂了，再打给你。切断电话，我站起身，等着两位领导开口。经理清清嗓子，听沈总监说你老公认识蜜月轩的人。我不明所以。经理看我不回话，镜子继续道，你也知道那个新年片的情况，甲方还没完全消气，听说他们经理喜欢吃蜜月轩，你能让你老公帮忙定个位吗？脸真大啊。江轩在一边阴阳，这年头莫犯错的人也要负责善后啊。沈岩神色微滞，但似是想到什么，很快换了一副面孔，这不是看咱们嫣嫣的人脉了得吗？他眉眼含笑看向我，我刚知道你在裁员名单上的事，我跟经理商量过了，只要你这次帮上忙，就重新考虑让你继续上班。我算是明白沈岩此举何意了。他依然认为我之前拿到的蜜月轩餐点是假的，但他还是引导经理来找我，就是想看我畏难丢人。毕竟他最近过得不好，我这个死对头怎么能好呢？位置吗？我一个电话就能解决，但凭什么帮他们？我笑着回，不好意思，不能。沈岩眼中浮现出丝丝得意，你之前不是总监自己惹到的客户，还是自己想办法哄吧。至于蜜月轩，我打断他，转而看向江轩，想吃吗？江轩愣愣地点点头。最近因为裁员的事，办公区人数十分不定。我大概点了点区域人数，然后朝沈岩道，不请客户，今天我请同事吃蜜月轩的下午茶，总监你也有份。短暂的静默后，沈岩笑出了声，白念烟，你是不是被裁员打击的精神不正常啦？蜜月轩的下午茶不走普通客订，只有5星消费的老客才能点单。你确定？他手指环绕一周，要请这么多人。江轩虽然蒙圈，但十分捧场地鼓了鼓掌，然后陆陆续续有其他人跟着拍手。沈岩被这种氛围气到，冷哼一声，行，我等着吃。沈岩和经理刚走，江轩就凑过来，嫣嫣，这次得花多少钱雇人啊？哈，他比我还猛，不是，你真能订到蜜月轩啊？能，放心。我好笑地拍拍他手。下午3点，近30份特制茶点准时送上来，同事们叽叽喳喳围进。江轩满脸兴奋，妈妈呀，大手笔啊，这包装好像跟他上次收到的午餐一致，不会也是？开口的人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，但人人都听懂了，不会也是假的吧？沈岩就是在此时出来的，他脸上带着明显的看戏神态。我叹口气，刚准备解释，就有人举着手机先我一步开口，这是真的。蜜月轩官微2天前公布了新设计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们看。江轩也挤到手机跟前凑热闹，而后看向我，好家伙，嫣嫣，你是怎么在新设计上市前就拿到新包装的？老实交代，你不会是蜜月轩老板娘吧？
胡说什么？那老板是我朋友。我拎起一个盒子递给表情逐渐阴沉的沈岩，总监请，就当辞退礼物了。年会过后，我一定让傅少解决掉你这颗老鼠屎。我在心里默默补道。沈岩接过，盯着盒子看了几秒，猛地丢进垃圾桶。不了，我要保持身材，不吃这种甜腻的东西。他转身要走，却看见以前还挤在他身边的狗腿子张敏，此时正开心地吃糕点，愈发愤怒。再看着众人开口，沈岩语中讥讽拉满，真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蠢东西。被裁的你们自己找找原因，没被裁的真就觉得自己安全了吗？还不都去干活？沈岩脾性大学时就不好，如今真是越来越差。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他忽然收声，看了眼来电后，沈岩变脸一般重新挂上名媛风笑容。他把荧幕朝向我们，备注是他。来电背景是傅少一张偏居家风的照片，在场的默人不认识自家总裁，一时纷纷噤声。沈岩歪歪头，放柔声音，家里人找我有事，你们吃。我无语，说我演，到底是谁在演戏啊？电话那头是谁我不知道，但一定不是傅少，这要让傅少知道，能撕了他。向大家展示过这个伪造的来电显示后，沈岩仿佛有了某种底气，整个人又恢复那种华丽的女王气势。摇摇头，我实在不明白，好歹是名牌大学毕业，沈岩到底为什么热衷于利用男人的身份证明自己？在我看来，如果别人提起我只有总裁夫人一个名号，那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公司发了公告，被裁员工也能参加年会，而离职手续还没办的人，也多多少少被派了些杂活。是以年会当晚，我被安排在台侧做调度，休息的间隙，看见傅少发来的资讯，老婆，我在路上了，马上就要见面了，好想你啊。我看了眼手表，笑着敲字，好歹一个总裁，能不能稳重点啊？我也想你，莫，最近要累死了，你待会儿看见我的黑眼圈可别嫌弃啊，你每年年底都这样，我什么时候嫌弃过？想和老婆贴贴，今晚能回家睡了吗？我边回复边心疼，能，虽然你一直不让我送你上班，但今晚可以接你回家了。这句话后面跟着一个快乐小狗表情包，我正笑得合不拢嘴，眼前就被一张折叠的白纸晃过来，抬眼，又是沈岩，那纸上是以我名字为首的那份裁员名单。他拎着那张纸，后悔吗？后悔啊，后悔大学跟你报了相同专业，跟你这种人产生纠葛。白念烟，嘴皮子再利索也于生存无益，有这功夫，你还不如求求我。求你什么？求我别裁你啊。音乐在此时响起，年会主持人开始串词。沈岩瞥了眼台上，也不顾场合，提高音量，夸张地往我跟前倾身，就你那点工资，莫存款吧，这一失业不得饿死啊，哈哈哈哈哈。闻到明显的酒气，我皱眉拽住他，你喝酒了？眼看就要到总裁致辞环节，我拽住沈岩，别闹了，年会结束再说。他猛地挣开我的手，音量比刚才更大，白念烟，要不你跪下求求我，上学时候不是挺能耐吗？你跪下求我，我就不裁你了。整个礼堂顿时鸦雀无声，因为沈岩开口时，刚好是傅少上台的空白期，连音乐都停了，大家都安安静静等着总裁发言。谁知沈岩先吼出了这么一句，眼看傅少眉心越皱越紧，我无奈扶额。果然，下一秒，就听中央舞台的话筒前有人震怒出声，要不你跪下磕3000个响头，敢欺负我老婆，头不是挺铁吗？傅少声音太大，经过话筒扩音，莫名有了3D环绕的感觉。
而我这个显眼包老公还嫌不够，迈着大长腿快步走到我跟前，将我揽进怀里的同时，使劲儿推开沈岩。整个观众席陷入一阵诡异的安静中。过了会儿，有人抖着声音开口：“总裁，小白是您夫人。”我一看，这不是我那拜高踩低的经理吗？小白，傅少你没看过去，小白是你叫的吗？对不起，你抖什么抖？难道你在公司也欺负过我老婆？这话一出，观众席抽泣声更多了。傅少这个人精，扫视一圈后，就自己得出结论，看来我老婆这个班上的十分不舒坦啊，是我这个总裁的失职。我拍拍他手，也没有，我都对回去了。别生气，先把年会办完。傅少紧了紧圈着我肩膀的手臂，冲一旁晕乎乎的沈岩扬扬下巴，不办了。这女的谁？她怎么回事？许是冲击太大，台下还有人没反应过来，怎么回事？总裁夫人不是沈岩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傅少疲惫地捏捏眉心，然后牵着我手在一边坐下，笑了。本来想着赶个场就带老婆回家，看来你们给我准备了一个好节目啊。沈岩踉跄两步，满脸不可置信，你嫁给总裁了？我摊摊手，如你所见。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沈岩此时已经完全不顾及形象，吼叫道：我就是上个班，老公是谁重要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傅少歪歪头，问我，这真是你同学啊？你们学校怎么还能出这么颠的人呢？说完，他自己又笑了。不过他这么一闹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老婆了，我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秀恩爱，也不错。总裁的恋爱脑让人无语。所以，傅少轻轻捏捏我脸颊，满是嫌弃地瞅了眼沈岩。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个满身高仿的女人是总裁夫人？平地一声雷，炸得观众席不再安静，抽泣声议论声此起彼伏。我不热衷于奢品，看不出真假，线下才知道她穿的是高仿，现场想必许多人跟我一样。沈岩像是一下被人抽走最后的力气，跌坐在地，体面全无。我原本不想毁掉年会，但是已至此，有些事也是时候摊到台面上了。抬头看傅少，那辆劳斯莱斯你让谁处理了？让周柱安排去保养了。怎么？他第一天来公司就坐着那辆车，司机我没见过，那车中间还来接过他。傅少转动着掌中的手机，就凭这，还有公司裁员期，他却能空降来当总监，炖了毒。我补道，凭着一份造假的履历，第二道雷入场。虽然公司有人已经知道，但我这么一锤定音说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。现场还有刚被裁的员工，不忿不甘的抱怨愈响愈烈。傅少神情严肃起来，抬手做了个安静的手势，我会认真处理，给大家一个。沈岩忽然吼叫着打断，履历不是我写的，是 HR 自己给我加的，不是我。HR 整个人惶恐到不行，站起来时还满脸茫然。他看向坐在观礼区最前排的总经理张总，这不是您安排夫沈岩进公司时的暗示吗？总经理本来就因为分公司业绩问题处在被辞退边缘，此时语气都有些崩溃。总裁，这不是您的意思吗？现场所有人。傅少倒是平静，你为什么会认为是我的意思？是周柱带人来的，他怎么跟你说的？说让给沈岩安排一个差不多的岗位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以为这个差不多是低调的说法，就给安排了总监一职。好歹是个高管，总得有像样的履历。总经理越说越急，至于总裁夫人这个误会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传出来的。听说的时候，我一想周柱亲自带人来，就信以为真了。好家伙，要不是场合不对，我真想直呼精彩。傅少思忖了一会儿，又看向沈岩，莫记错的话，
周柱的姐夫姓沈。至此，整个事情差不多就清晰了。周柱想要走关系给外甥女谋个差事，但不想太打眼，就塞到了总裁平时不怎么顾及得到的分公司。结果，先是总经理会错意，后有同事因为所谓的总部消息传言夫人叫妍妍而认错身份，沈岩本人也因为虚荣没有否认，一连串事情造就了如今的局面。傅少勾勾唇，点了总经理名字，你可真是给我排了一出好戏啊。说完，他站起身，我会重新选聘总经理接管公司，由新负责人重新考量本月所有已执行决策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被傅少搂着去往车库的路上，我收到了江轩微信，姐妹牛逼啊！总裁夫人竟在我身边，原来你才是活的富婆。我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傅少摸摸我发顶，笑什么呢？我晃晃手机，江轩发消息呢。看来这里也有让老婆开心的人。那当然，江轩我对面的大姐还有老大都是很好的。抿抿唇，我往他肩膀上靠了靠，只是我的确没想到，职场这么复杂。那以后还上班吗？上啊，我方案做得可好了。第二天起床，我先叹了口气。傅少一边打领带，一边俯身亲了我一口，小仙女怎么了？一大早就不开心？我把手机荧幕戳到他眼前，指了指通讯软体上那个红红的99加，从昨晚开始就没停过。哼，估计现在所有人都恨不得把你供起来。下楼时，就看到脸色惨白的周柱站在大厅中。傅少在餐桌边坐下，把小笼包往我跟前推了推，然后平静地对周柱道：“过来一起坐吧。”周柱走过来，直接道：“辞职信我已经于昨晚凌晨3点发您邮箱了，我会待到新助理到岗并做好交接。”傅少点点头，怎么突然要塞你外甥女进公司？我父母走得早，我姐又大我许多，可以说是她把我养大的。她前阵子查出病，没多少日子了，唯独放心不下妍妍，想让我给安排个稳定工作。妍妍这孩子骄纵，我就想放眼皮子底下看着，最近太忙，没顾上那边，就让她闹出了这么大乱子。需要工作怎么不直接跟我说？总裁您一向公私分明，你不问一句，就断定我不会同意。傅少气笑了，你跟了我3年，我分公司都直接交给你对接，还能拒绝你这么一件小事？周柱脸色更白了。傅少叹气，车呢？已经送去保养了。抱歉，我姐夫他。傅少摆摆手，说了平时你可以用，那你家人开也无可厚非。总助你是做不了了，去负责这个分公司吧。还是那句话，3个月内我要看到成效。总裁，周柱猛地抬头，我不配。我花那么多钱送你学了那么多东西，你要让我的钱打水漂？不敢，不敢就闭嘴，老老实实把公司经营好，给我挣回来。是。至于沈岩，周柱闭了闭眼，腹又张开，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，我会好好教训，让他长记性的。看着周柱离开的背影，我捏捏傅少手背，老公可真是嘴硬心软啊。你的账还没算呢，如果没昨天那出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说？年会结束啊？真的？啊？履历造假和高层相互，这哪是我能解决的？肯定上报总裁啊。我笑嘻嘻地往傅少脸上吧唧一口，他就乖乖把嘴闭上了。只是傅大总裁没想到，身份公开后，我依然不愿意让他送我上班。老婆，为什么我还是不能送你？傅少声音委屈得不像话。我拧了拧小电驴的油门，从他身边驶过时回道，因为4轮配不上早高峰啊。爱你。周柱当天就入驻分公司，雷厉风行几封通告，就解雇了总经理、HR 部门经理沈岩等人。我也重回策划部，当回了我的策划专员。
和社交软体一样热闹的。还有我的办公桌前，来的人无非就2个目的：为以前道歉，为以后讨好。我和往常一样不予理会，安安静静工作。到了饭点就拽着江轩跑，只是没想到还能再见沈岩。他出现在公司时，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，似是在别处找不到人，特意来公司堵周柱：“舅舅，你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呢？妈妈走了，爸爸没用，现在连你都不管我了。”与第一次来公司的状况截然不同。此时的沈岩毫无体面可言，他像个求糖不得的小孩一样，直接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哭嚎。我走过去给他地址，还被瞪回来：“白念烟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”“是啊，看你自作自受，我老开心了。你不就是运气好，嫁了个好老公吗？不然你能过上现在的生活？”我点头，我运气确实不错，傅少是个好老公，但沈岩，我也很好，就算没有遇见他，我也会过得不错。沈岩怔了一瞬：“不可能，你好个屁，不就是会勾引男人？你们干什么？”他挣扎着想要避开冲过来拽他的保安：“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舅舅是你们总经理。放开，放开！你们想被开吗？”我看了眼总经理办公室，有些怜悯的开口：“老同学，保安就是你舅舅叫上来的。”他瞬间熄火，只不停低声呢喃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”永远意识不到问题本质的沈岩真可怜啊。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恢复正常了。傅少又连着忙了几天，之后发来消息：“老婆，差不多结束了，咱们过2天度假去。”我看了眼新专案甲方刚发来的回馈：“小白，这创意太好了，我现在就拿去国会。顺利的话，希望你年前赶出完整方案。”绽开一个笑容。我回傅少：“总裁，去不了，你夫人要上班啊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